14万枚比特币要砸盘吗？门头沟交易所偿还债务之后，比特币是否会崩盘？如果你对这个问题感兴趣，请随我看下去。我们可以看到门头沟交易所目前的地址里面呢，依然有14万1000多枚的比特币。这些比特币就在5月28号进行了转移，也就是非常有可能要赔付给当时的受害人。那如果受害人进行抛售的话，比特币会面临极其严重的抛压。我们可以看到，在 Well Alert 上面，5月28号的时候，有一连10几笔的转账，4000枚、8000枚、14000多枚，总共14多万枚，价值90多亿美金的比特币被转移。那大家可能对90亿美金的概念呢没有度量，我们可以来看一下本轮牛市的上涨。最主要的原因就是 ETF。那么 ETF 到目前为止呢，它一共也只流入了130亿美元的资金而已，也就是90亿美金的抛压，对市场绝对会是毁灭性的。那我们可以看到呢，在5月28号，当时只是放出一点点消息，并没有真正的砸盘，当时的盘面就有非常剧烈的下跌。你可以看到，我们从7万多美金一路跌到了6万7，甚至6万6千多美金，相当的夸张。不过我们可以看到 ，Mark 他有谈到呢，即使赔付了这些欠款啊，会在今年完成。当下呢，也并没有立即的比特币的抛压正在发生啊，它是会逐步缓慢的释放这14万枚的比特币。那我们又可以看到呢，这则报道。那上面这个我们刚刚有看过，下面你可以看到呢，其实门头沟交易所在去年的9月就将赔付的最终日期呢定在了2024年，就是我们今年的10月31号，也就是我们在这段时间就会开始赔付当时欠款这些比特币。那我们都知道，门头沟交易所它是一间2014年就因为骇客而倒闭的交易所，所以它其实已经间隔了10年了。那其实在过去呢，有非常多次赔付的最后日期呢被往后延，就表示啊，我们这一次也非常有可能赔付的最终日期呢又在被往后延。那我们在下方可以看到呢，其实赔付的欠款呢主要由3个资产构成，第一个就是 Fiat， 也就是法币。那其实在过往呢，有偿付其实全部都是以法币的形式，也就是门头沟交易所里面的比特币呢，并没有真正拿到市场做抛压，以前也并没有抛压的历史，我们可以回顾。那剩下的呢，就是比特币还有比特币现金。所以如果你持有比特币现金的话，门头沟交易所这些欠款呢释放出来，一定会有不小的影响。那如果你想参与这些交易机会的话，非常欢迎你可以点击影片下方的 Bybit 链接。现在只要 KYC 入金100美金，就送你30美金的现金，现金哦，就是可以提币的。你质押500美金3天就可以拿到27.36美金的现金，一样可以提币。这2个活动你可以同时参加，这真的非常优惠，因为真的很少有活动它是直接送现金的，现金哦。那我们再来看一下，其实我们刚刚有谈到了。这14万枚的比特币，90亿美金的抛压呢，我们到最后或许看到的结果呢，不会有账面上或者我们想象的那么严重啊，因为我们可以看到，当时在10年之前呢，非常早期的时候，门头沟交易所就是世界第1大交易所，当时它拥有12万7千个用户。那现在这14万枚的比特币呢，价值94亿美金要赔付给12万7千枚，你可以发现这个筹码相当分散，因为当时在市场上10年之前，大多数组成的呢依然是以散户为主，机构非常少。其实机构一直要等到我们上一轮牛市才慢慢进场的。那2017年呢其实也都还非常少那更遑论我们当时在2013年的牛市，那个机构几乎就是没有，因为当时比特币呢其实也才刚出来没几年，大家会认为这是非常高风险的一个金融产品，所以在筹码非常分散的情况之下，就不会有巨量
瞬间抛售的情况产生，也就是比特币呢，它的价格波动啊，肯定会受影响而下跌。不过它并不会崩跌，这崩跌才是我们最怕的。那我们都知道，这10年前的这些早期投资人呢，其实他们都是有看到比特币的价值。我们就可以问问大家，大家在10年前就知道比特币吗？如果你知道比特币，你会投资吗？其实当时这些投资人呢，算是眼光非常精准的，所以他们在10年之后，他们的比特币涨了好几万倍之后，你可以想想看，他们会不会随便的去抛售这些比特币？我相信是很难，因为他们是在早期就有看到比特币价值的人。那第三呢，这一些早期的投资人呢，他们即使在2013年他们的币被盗走了，那他们在2017年、2021年，甚至我们今年，他们依然有很多投资机会，而且他们非常有可能啊，在比特币上面已经有巨额的获利了。因为我们都知道，在2013、14年的那个时候，跟比特币现在的价格相差了数千倍甚至数万倍，非常之夸张。那哪怕他们只要抓住其中的一段涨幅呢，都足以让他们发家致富。所以我相信这12万7千人大多数里面呢，很有可能是不缺这一枚2枚的比特币的。那最后就是门头沟他所持有的比特币呢，它会逐渐的分发，它并不会全部一次性的分发出去。当然了，他们不会恶意的造成市场上的崩跌。所以综上所述呢，门头沟交易所的比特币一定会对盘面造成影响。其实我们从上一轮牛市，甚至上上一轮牛市，门头沟交易所都被视为币圈最大的黑天鹅之一，所以对盘面是一定会有影响的。但综上所述呢，很有可能不会像我们想象的有这么夸张的反应。那最后呢，我们可以来复盘一下当过去的几年历史里面5年其实都有出现过几次门头沟交易所的币被转移到不同的地址。不过你可以发现呢，在转移之后即使有时候它有短暂的回调下跌，不过对盘面呢都不会造成什么太大的影响。那如果这支影片对你有帮助的话，非常欢迎你帮我点赞、订阅、分享、开启小铃铛，就是对我最大的支持。真的非常非常感谢各位，拜拜。